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与凤航赵丽颖外刚内柔，林更新表面松弛内心认真。赵丽颖、林更新继《楚乔传》后再续前缘的二搭之作，由新力电视出品，邓科执导的古装电视剧《与凤航》日前收官。该剧改编自九路飞香的小说《本王在子》，自开播以来一直在各大热播榜占据高位。其轻松幽默的生活化风格颇受网友青睐，通过人的视角讲述仙侠爱情故事的方式也得到了观众的认可。日前，新京报记者专访与凤航的制片人郑中立和导演邓科，复盘该剧的创作过程。在两位主创眼中，身兼主演、监制的赵丽颖外刚内柔，是该剧的定海神针。林更新内心对待表演非常认真又很有梗，剧中很多出圈的细节都来自这两位熟人局的默契共创。与凤航是新力电视出品的第一部女频仙侠剧，两位主创认为最大难点在于特效制作，而相较于该剧不错的豆瓣评分，他们更欣慰于创作者的心思能被观众看见，剧中人物能令观众与之共情。赵丽颖、林更新继《楚乔传》后再度合作出演《与凤航》，很多出圈细节来自熟人局共创。导演邓科之前拍戏刚开始时，通常都会花一些功夫去打破演员之间的陌生感，帮助他们进入到一种相对熟悉的状态。这次《与凤航》完全不需要演员之间的磨合，赵丽颖和林更新从开机就已经是非常默契的状态了，就像两个老朋友，他们在聊一些事情的时候，甚至都不需要用到语言，一个眼神，一个微表情，或者是他们之间互动的节奏，就已经足以传递出要表达的意思了。观察到这一点之后，他感到很惊喜，突然意识到这可能将成为与凤航被观众喜爱的点。他要做的就是在现场挖掘并展现出他们之间这种很熟了之后非常自然的表演。邓科形容这次赵丽颖与林更新的二搭就像是一个熟人局，与凤航播出后在网络上被广为传播的细节，有很多都是大家在熟人局里共创出来的，比如扔缸吃葡萄，再比如沈黎下水捞行止，结果拽着对方的头发拉了上来，喜感十足。邓科透露，这场戏是主创们一起吃饭时聊出来的。当时大家讨论是不是有必要和《楚乔传》联动一下，但如果特别正式的去联动就会没意思，不如用一种观众完全想不到的方式去拍，大家以为这个画面会很唯美，结果是反差很大的拽头发，情绪上会有一个反转。谈到与赵丽颖、林更新这两位主演的合作，郑中立形容既是主演也是监制的赵丽颖有着对角色沈黎的热爱，也像沈黎一样的勇敢和果决，是与凤航这个项目的定海神针。林更新表演很松弛也很有梗，外表看似漫不经心，实际上有周全的想法，也做了充足的准备。邓科认为林更新是个很有反差感的演员，外表高高大大的，日常是个有趣又暖心的人，耍起频来又像个小孩子。不仅如此，邓科还发现林更新表演功课做得非常扎实。赵丽颖像沈黎一样勇敢和果决，能共情人物比仙侠剧类型更重要。与凤航是新力电视出品的第一部女频仙侠剧，这个类型一定会涉及到大量的特效制作，这也是郑中立和邓科认为与凤航在制作上最大的难点。据了解，与凤航涉及2万多个特效镜头，由10几家特效公司共同完成。这就意味着幕后创作团队需要分门别类地管理众多拍摄素材，并对接风格不同、进度不同的特效公司。郑中立说，哪怕我们前期和导演、监制一起做了很多拍摄概念以及方案，有些到落地执行的层面，还是遇到了很多的落地的难度，走了一些弯路，但同时也积累了很多经验，
这本身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郑中立表示，与凤航真正吸引主创的并不是仙侠剧这个类型，而是里面的人物。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故事里的人物，像沈离、行止，还有其他的群像角色，他们能真正让你共情，让你觉得他们是活生生存在的。比如剧集前期在航云小院，沈离给行止端药，尽管很烫，但习惯于行军打仗的沈离并不在乎，但航云看到后就会心疼他，说你好歹是个姑娘家，怎么把自己当作男人使了？沈离听到后有一个把手背在身后的动作，这样的细节非常打动郑中立，哪怕是职场上带着团队无坚不摧、雷厉风行的女性，她内心也有柔软的部分，也会被生活中这样润物细无声的情感所感动。林更新做了扎实的表演功课，有别于普通仙侠剧的开场与凤航开篇用了一个4分钟左右的长镜头来展现人世间除夕夜的烟火气，从市井里几个小孩子点炮仗的近景，慢慢转到天上神仙对战的大场面。邓科说，这就是在从小孩的角度看天上的神仙打架，也是我们整部剧的一个主基调，我们永远是站在人的角度去看待仙侠的世界，最终讲的还是人的故事。因为只有讲人的故事，用人的情感去推动故事发展，观众在这过程才会对人物产生认同，与之共情，最后和剧中人物变得像朋友一样。对口碑满意，喜欢网友们的弹幕互动。与凤航开播后热度一直维持在高位，收官时豆瓣破评7.2分，在仙侠剧类型里是不错的战绩。郑中立对此感到满意，但也表示，相较于追求评分的高低，主创们更欣慰于观众能喜欢剧中的人物，主动2刷甚至3刷。邓科说，自己内心深处当然希望作品的评分越高越好，但也接受现在网友们的这个反馈。他在剧播到后期的时候，经常会上微博看网友的评论。当发现很多观众随着剧集播出的进度越来越读懂了剧中人物，就会感到特别开心。像在前期的时候，有部分观众会说我们营造的航云小院的岁月静好节奏上有一点慢。其实要拍快节奏的剧情不难，但航云小院这段戏有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等大家静下来进入这几个人物，到最后他们生离死别的时候，这段回忆就会很令人共情。还有一些观众在2刷的时候发现了主创藏在一些细节里的小心思，这也让邓科感到满足。比如航云经常去摘葡萄，1刷的时候观众觉得那只是一个松散的调度，2刷就明白了他的这个行为蕴含的意思。他太孤单了，很羡慕葡萄是一串一串的，有很多的陪伴。郑中立和邓科都是追剧党，不少弹幕都令他们印象深刻。郑中立觉得追剧网友们的玩梗很有意思，比如他们说邓科的科应该是刻到了的刻，不愧是邓科。邓科作为该剧的导演，还顺手给自己在剧中安排了一个客串的角色，他演了剧集开场阶段在集市上卖凤凰的小贩。他印象最深的弹幕也与这个情节有关。我看到弹幕上说，原来卖凤凰的小贩居然是导演。网友们还对我的表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开玩笑说我抢了林更新的风头，非常开心大家能在大弹幕里玩起来。